价格上涨出现突破左侧平台，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上涨空间的打开，但很多人买入基本都是突破失败，少有人能够买到突破成功的标的。今天10分钟教大家如何做好突破交易，怎么更大概率的买入能够放量突破的个股，而不是放量突破依旧失败。今天是我们量学小课堂的第9讲，溢量突破。我们通过成交量来寻求突破更有效的买入方法，能够实现价格突破，买入上涨。这也是我们量学小课堂4大主题高低缩放当中的放量，如何通过上涨放量识别溢量的突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的朋友，我们前期有讲过有关于8节其他量学方面的一个技巧，如果你还没有学过，可以在下方点赞本视频，订阅本频道，在我们的频道首页量学小课堂的系列视频当中，可以逐个的去学习。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溢量突破的基础模型，有关于市场当中的突破如何能够做好，什么样的突破能够更容易打开上涨空间，而不是突破就见高点。我们来看面板，市场当中的突破，我们必然需要成交量和价格的配合。在道氏理论当中也讲过，成交量验证价格趋势，在关键的点位左侧前高突破的时候，必然需要成交量的放量。而我们都知道，市场当中的放量往往是资金所为，而缩量是自然现象。那么突破的有效性需要主动性的资金来配合，那么也就是价格的突破需要放量。那么这个放量如何才能更有效？我们对此的要求是，价格方面需要有一根突破的 K 线，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实体，它的实体包括它的涨幅要有5%以上，这才叫做价格上的有效突破。其次呢，是它所对应当天的成交量，或者说它的换手应该要有3%以上。我们都知道，量能成交量是一码事，换手是另外一方面。虽然两者呢，它其实是挂钩的，但换手有时候更能体现量能的有效释放。那么3%以上的换手相对较为合格，如果能够达到7%以上，那么则更加活跃，更加有效的确定突破的有效。这是一个基础的量价的配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求它们要出现双倍增的现象。那什么叫做一个双倍增呢？其实就是后续的 A 和 B 这2个量柱都要比前期价格未突破前最后一根 K 线这个量柱，我们标为 C， 它的量柱要至少大1倍以上，也就是说这个叫做倍增量，也叫倍量柱。市场当中出现放量，其中最为显著的异动行为就是倍量。今日的成交量比昨日成交量放大1倍，而如果能够达到2倍、3倍，那么这一个双倍增的效果将会更佳。而我们要求是 A 和 B 这2天的量柱都要比 C 的量柱要双倍增，最好能够达到2倍，最次最基础也要有1倍以上的增量。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型基本的一个要求。更加细致的话呢，一般我们要求的是最后的在突破之后的次日这一天必须要收阳线，大家注意了，必须要收阳线。同时它的一个 K 线实体大概率呢，它应该是比昨天突破 K 线的实体是要小的，这是一个次外的一个次要的要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突破失败的案例和突破成功的案例，它呢所处的一个标的是同一只，甚至时间段呢也是同一段时间区域。我们看到它们下方的成交量是不是都出现了明显突破放量，也确实都出现了什么呢？倍增量。我们会发现的是，是不是这些位置都出现了倍量？我们认真来看一下，它们呢都比昨天它们的昨天的量能要大出1倍以上，甚至呢是2倍、3倍。但这里呢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第一次突破失败的时候，它的量能是提前释放的。我们会发现的是，下方的价格在放出倍量的时候并没有突破左侧的平台，而且很明显的是，第二天
它才进行了突破，才继续放量。而在突破后的次日，它却收的是一根阴线，所以这种价格的突破，它不构成溢量的突破。本次的突破并没有出现太过于特殊的情况，资金方面没有异常。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次突破成功的现象，下方的成交量是不是在初始突破的时候就出现了量能的有效突破、有效释放，比昨天大了2到3倍的量。同时第二天依旧比在突破前一天我们所看到量能要大出2到3倍，所以它是一个双倍增的2天的量能。第二天的 K 线也是阳线所以我们发现这种突破要比前期的这个突破更加有效，更容易打开上涨空间，它的调整也更加有限，更加容易让我们去买到一个有效的突破。这就是一个做好突破交易的前提，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来识别何种突破更应该去小心去放弃，何种突破我们才应该去重视。今天所讲的溢量突破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当然不是唯一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在识别何种突破更加好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怎么去买入的问题。现在我们只知道了突破可能在双倍增量之后会更好，溢量突破之后会更好。那么溢量突破之后又怎么样去介入行情？你不能说我一突破直接进场因为往往溢量突破之后它会有调整的需求，你如果简单的去追涨，那么就容易依旧买到一个小高点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溢量突破的买入模型。市场当中的突破，前方我们讲过如何去突破效果会更佳，后续的买入就和所看到的这2根 A、B、K 线有关。我们来简单讲一讲3个关键价位，分别标为1、2、3。这个1、2、3呢，它的含义是仓位的分配仓位的分配。第一个是 B 号 K 线 B 号柱，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是2个关键的仓位布局的一个点位。A 号柱它的最低价格是另外一个关键的仓位打入的点位，标注为1的是相对仓位最低的标注为2的呢是中等仓位，标注为3的话呢是相对仓位较重的一笔交易。这一个 A、B 的溢量突破模型，其实它就是一个分仓式买入介入的一个模型，它不是像传统短线交易一样一笔打入期待上涨，而是逐步的去布局，而后博弈波段后的上涨，空间突破后打开的上涨。股价呢在 A、B 柱之后往往是容易盘整和调整，很少会直接加速。我们要求的是价格每到一个点位，比如说调整时击穿了我们的1号的一个仓位布局，那么你就应该进行一笔交易。如果后续价格调整较深到了2号的点位，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再一次的仓位的布局，再次构成买入条件。只要价格有打到指数，就可以构成买入的条件。而我们最后的一个价格的买入点位是 A 号柱的最低价格，一旦价格调整到此处，则是我们相对能够加大仓位去买入的一个机会。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止损的箱体位置 3% 到 5%， 这里面呢有一定的宽松和严格的区别。如果大家相对接受的一个程度止损的程度因人而异你是相对止损的范围能够控制较大的话，可以呢以 5% 为标准。如果你是相对比较厌恶这个损失的，可以把这个 3% 的止损这个箱体作为你的标准。如果股价在 A 号A 号柱的最低价的位置并不能够止跌，你会发现买入之后如果依旧在向下运行，甚至呢跌破了 3% 的箱体，那么就可以止损，而后我们去寻找新的一个溢量突破模型。那么现在我们把溢量突破简单做了一个介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标的。那么前期的突破失败呢，我们就不再提及了。前期的失败突破，当时量能放大，形成了一个次高点。好，这一个平台的构成后续继续突破，我们会发现的是它这里是溢量突破，
溢量突破之后，价格出现了调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调整的时候把 A、B 柱这2天的关键价位把它进行划分分别呢是我们所说的 B 柱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呢 A 柱的最低价。我们发现正常的价格调整是比较少去调到 A 柱的最低价的。那么在 B 柱的1号和2号的仓位买入的点位，我们可以发现价格一旦打到2号仓位，我们可以去进行介入；一旦打到1号仓位，我们一样呢可以去进行介入。也就是说，这里是2笔的交易，后续是股价远离我们的一个1号点和2号点的一个交易。关于买入呢，它有一些更细致的方面，比如说我是跌破买入好，还是重新站回买入好。如果呢你是对于交易并不是太过严谨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价格到了这一个点位就可以进行一笔交易。如果你是相对保守的朋友，你可以在股价跌穿之后重新站上，我们再去做交易比如说这一笔是下跌跌破，那我可以等到重新站回阳线收阳站回到我们这个2号点位之后再做交易，重新站回1号点位之上之后再做交易这个呢会相对保守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溢量突破之后的买入结构，如何去更好的布局你的仓位，而不是简单的追涨。我们继续来举个案例，比如说市场当中像我们图中所标注的1号和2号的量能，它其实都属于溢量。所谓溢量，就是突破和突破前它们形成了明显的量能的放大，这个最低就是倍增量，量能放大1倍，最好是1倍以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这个个股它在不断上涨当中有构筑了一个小平台和一个大平台。市场的走势，首先第一次的小平台突破，它就构成了一个相对不太明显的溢量突破，但股价呢是不是突破前和突破后量能形成了明显的放大，它是一个倍增量的关系，并且是2天的倍增量。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股价后续是不是在依旧没有跌落到 A 柱的最低价，而是在 B 柱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当中给到一些机会，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买入区域。好，同时我们看到第2次价格的突破，它也是在突破前突破后形成溢量的一个倍增，比突破前是不是增长了不止1倍的量，包括突破后的第2天依旧收阳，依旧保持量能的活跃。那么我们依旧呢把 B 号柱的最高和最低作为划分，当股价跌破之后重新站上，可以作为相对保守的一个买点，或者说股价曾经跌落到箱体之内，跌破了1号我们最低仓位的布局点，那么你可以直接呢作为交易。一般来说，交易我们可以分几笔进行，都是清仓，但是严谨来说，最好是每一个点位只做1笔的交易布局。如果没有打到2号和3号的交易点位，那尽可能呢就不要随意的去交易。那么这是关于呢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溢量突破之后的交易方式，以分仓的形式去进行。那么希望大家呢听到这里能够有所明白。如果还不懂的，那么记得呢我们可以把视频从头到尾多收听几遍。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阿哲看到之后呢，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答。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注意事项，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溢量突破时，有几个关键点你必须要梳理清楚，一个是价格的要求，一个是量能的要求。这2个要求我们不要搞混，也不要呢有所删减或者说有所增加。价格方面，市场的突破一般要以收盘价为标准，也就是说最少以收盘价为标准。你会发现的是，有时候的突破它只是略微收盘突破，而后是带有长长上影线，这种突破一般就不能够作为溢量的有效突破。我们看到下方的成交量，你会发现肉眼可见它确实呢比突破前或者说它确实呢有出现了能量的放大，异动的放量，而且是2天的倍量。但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是一个换手率，如果你发现它的换手率只有2%、1%，那么这种溢量一般来说效果就很差，
最好能够有3%啊，至少3%以上的换手的情况下出现倍增量啊，双日的倍增量才更加有效。所以呢，你要确定的是价格是否突破，而后量能是否双倍增，换手是否合格，收盘价有没有去超越。如果你发现其中有条件不符合，那么后续的下跌则不应该去参与，不应该去买入你的仓位。好，这是关于呢我们所说的这一个注意事项。关于注意事项，其实就是对于前期的条件你要更为严谨，要确定啊，不能够放松其中的条件，必须要有突破，必须要有放量，换手必须要合格，突破的 K 线它的一个量以及价，最好都符合大阳。那么关于这一个我们的第9讲就先到此结束了。